财报发布后的诡异暴跌，这是一场让华尔街背脊发凉的真实案例。2025年11月19日，全球 AI 霸主英伟达 （NVIDIA） 发布了一份堪称完美的第三季度财报，营收高达570亿美元，每股收益1.3美元，远超市场预期。财报一出，资本市场仿佛被灌了兴奋剂，盘后股价瞬间飙升5%，市值凭空暴涨1300亿美元，所有人类分析师和机构都在高喊 AI 无敌，估值无上限。然而，仅仅过了18小时，情况急转直下。11月20日开盘即巅峰，随后股价一路狂泻，从最高点回落超过9%，市值蒸发1429亿美元，跌速比拉西还快，甚至拖累了整个 AI 概念股板块和比特币市场。在没有任何重磅负面新闻的情况下，为什么一家刚交出史诗级财报的公司会突然崩盘？真相只有一个 ，AI 演算法出手了。当人类还在为亮丽的营收数字欢呼时，高效的人工智能算法已经像法医一样，在几毫秒内读完了78页的财报，精准辨识出隐藏在繁华表象下的3大财务破绽，并瞬间完成从风险评估到自动抛售的连环操作。这不只是英伟达的滑铁卢，更是机器人终结人类分析师主导金融定价权的历史时刻。第一招，应收账款的障眼法。AI 算法发现的第一个异常是英伟达正在恶化的现金回收能力。财报显示，英伟达本季应收账款高达334亿美元。乍看之下似乎是生意太好，来不及收钱。但算法抓取了历史数据进行比对，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DSO 已经飙升至53.3天。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英伟达过去的历史平均 DSO 仅为46天，前2个季度分别为48.2天和50.7天。数据不仅在延长，而且在加速恶化。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客户欠钱不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相比之下，同行业的台积电、AMD 等竞争对手 DSO 都控制在35到44天的健康区间。每一天的 DSO 延长，代表着有6.26亿美元的现金被卡在账上无法结算。3个季度累计下来，被客户赖着不还或延迟支付的资金规模高达132亿美元。英伟达所谓的高营收，很大一部分是一堆欠条。公司实质上是在透过允许客户赊账的方式，变相为下游客户提供融资，以维持表面的高增长。这在半导体行业中是典型的财务恶化前兆。第二招，库存管理的自欺欺人。除了应收账款，库存数据更是吊诡。英伟达本季库存暴增至198亿美元，比上一季度整整多出了48亿美元，环比增长32%。这是一个完全违背经济学常识的现象。如果产品真的像管理层说的那样抢破头，那么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待售商品，库存水平应该是下降的。库存不降反升，且幅度如此之大，直接打脸了供不应求的叙事。演算法判定，要么是英伟达生产了一堆没人要的砖头，要么是管理层在对库存进行财务美化。无论哪种情况，都指向一个事实：生产供给与实际需求已经严重失衡。第三招，循环融资的空手套白狼。通过追踪资金流向，演算法发现英伟达先是投资了马斯克的 xAI 拿到钱后回头就向英伟达购买芯片。微软、OpenAI、甲骨文等公司也卷入了类似的游戏。资金在这些科技巨头的小圈子里转了一圈，最后又流回英伟达的口袋，变成了华丽的营收数字。这种操作堪称现代版的左右互搏之术。虽然这种手法在财务上可能游走在灰色地带，但在算法眼里，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庞氏特征。这不仅是虚增营收，更是在透支未来的增长潜力。一旦这个资金游戏的任何一环断裂，整个泡沫就会瞬间破灭。此外，GPU 租赁市场的现货价格也佐证了这一点。算法监测到，主力产品 A700的租赁价格在3个月内暴跌了40%，从每小时3.3美元跌至2美元。如果需求真的那么旺盛，现货价格怎么可能崩盘？这进一步证实了英伟达的市场需求正在从顶峰快速回落。AI 的风险评估模型不仅分析了当下，还调取了金融史上的类似案例进行建模。英伟达现在的各项指标像极了当年倒下的科技巨头们。2000年网络泡沫时期，
朗讯科技同样透过借钱给客户反向购买自家设备来虚增营收，导致 DSO 从52天延长至64天，库存环比增长29%。6个月后，客户违约，朗讯巨额坏账爆发，股价从84美元跌到0.55美元，最终被迫合并。Sun Microsystems和 Nortel 这两家公司分别在2008年和2000年出现了与英伟达一模一样的症状 ，DSO 飙升，应收账款激增，库存堆积，最终结局都是财务崩溃，申请破产或被贱卖。AI 算法将英伟达当前的财务特征与这些前车之鉴进行比对后，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这家公司正步入系统性困境，风险已经大于收益，现在就是最佳的鸣金收兵时刻。AI 主导的屠杀，这一波暴跌，最可怕的不是分析本身，而是随后的交易执行。观察交易数据可以发现，11月20日上午的卖盘极具非人类特征。交易单位异常，卖盘主要是以 4.7 万股这种有零有整的单位出现。这通常是量化基金基于目标波动率和风险预算模型计算出的精确数字，人类交易员通常只会下单1万股这种整数。这些订单在纽交所、纳斯达克以及各种暗池 （dark pools） 交易所几乎是毫秒级同步执行。这种跨地域、大规模的协同操作，完全超出了人类交易员的手速极限。彭博数据显示，当天上午，采用自然语言处理 （NLP） 的定量对冲基金和高频交易公司占据了总成交量的 62%。直到午后，股价已经跌烂了，人类主导的散户和传统机构才后知后觉地开始抛售。早在财报发布前，风投教父 Peter Thiel 和软银就已经开始减持。大空头原型 Michael Burry 更是提前买入了看跌期权，押注英伟达在2026年3月前股价会腰斩至140美元。英伟达的这次财报翻车，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丑闻，它标志着金融市场的一次定价权易主。以前分析师需要几个季度才能发现的财务猫腻，现在 AI 只需要一瞬间就能识破。当散户还在为表面的利好欢呼时，AI 已经读完了所有数据，完成了历史比对，并按下了和按钮。效率决定胜负。AI 正在终结过去200年来人类大脑对资产定价的主导地位。对于英伟达来说，麻烦才刚刚开始。2026年2月的财报如果披露坏账或信用评级下调，那才是真正的至暗时刻。